好，各位好，我是 Tim， 欢迎收看本期戏剧风。那别的厂家都是要憋好久才会发这么一个产品，而大疆我感觉没几天就会搞出这么一个大新闻。他们刚发布了上次我魔改用到的那个还在测试的 Ronin S 的模块，然后还有那个手柄，然后才过了1周，大疆老哥又联系我说他们有一个新的Ronin，我是否愿意试一试？那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说不，所以他就给我寄了这么一台Ronin SC。那首先我现在强调一下，大疆真的没有付我任何钱，我只是觉得这个玩意真的很值得讨论，才做这个视频。这台Ronin SC 他们还没有告诉我他们是否要回收，所以如果不回收的话，我就把它给抽掉，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动态。所以说回来，Ronin SC 到底怎么样？那我个人一直非常喜欢大疆的产品，他们总在设计还有细节方面都做得很到位。那这次也一样，Ronin SC 做得很好，可以看得出是这么一个精心打磨的产品。但在我用了比较长的时间以后，再加上我正好前一段时间又做了 Ronin S 魔改的那个视频，那我的心情就变得比较复杂。我觉得这更多的可能是期望还有现实的差距产生的。这也是这个视频我想和大家来讨论的一点，就是你会希望一个稳定器上到底有什么功能？Ronin SC 的盒子里面包含了稳定器本身、说明书、三脚架、电池手柄、一堆螺丝、一根特殊 USB-C 线以及跟焦器组件，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稳定器配置。那外观上 Ronin SC 和 S 看起来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说你不和别人说，肯定是很难被人注意到的。那前几天我和小鱼在泰国的街上走，遇到了好几个摄影师都是用 Ronin S 的，然后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我们拿的 Ronin S 有这么一点不一样。就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就是感觉你在游戏里面拿着一个很牛逼的武器，但是别人以为你是新手村里刚出来的菜鸡，因为当时我的配置就是一个6400加一个手机，大概就长这样。他们心里想大概就是这是哪里来的一个憨憨，稳定器有这么用的吗？上面还挂个手机。然后我就默不作声的默默的走过去，就这种瞬间深藏功与名的感觉，相当带劲。但如果你仔细看，其实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不同。首先，横滚轴现在没法调整长短了，你只能通过移动相机来调整水平。其次 ，Ronin S 有的 RSS 接口，还有那个4pin 的接口都已经没有了。其实逻辑上还是有一个的，在这个跟焦轮上，但是因为距离太远，已经不适合直接连接你的相机了。取代这些接口的是一个 USB-C 的接口，等会儿会详细来介绍。那云台本身缩小了一圈，长度也有明显的缩减，尤其是电池部分。过去 Ronin S 的电池为9600毫安时，但现在 Ronin SC 的电池是4900，但我在实际使用中续航还是非常够用的。毕竟现在你不需要给摄影机供电，或者是装别的大型的扩展配件。那我在泰国的时候挂着6400拍了一整天，也还是有2格左右的电剩下，所以这是一个大概的概念。那之前我们介绍过的大疆官方的 Ronin S 的双手持也没法再卡在 SC 上面了，因为它电机变短了。只不过 Ronin SC 的电池手柄宽度并没有变化。所以，假如你用的是那些 Ronin S 的电源扩展配件，那仍然没有问题；或者是卡在手柄上的这个双手持，那也是可以继续使用的。而且 Ronin SC 的蓝牙是5.0，但 Ronin S 则是4.0，我没说反，这个挺有意思的。逻辑上 Ronin SC 的定位是要略低于 Ronin S 的，但是有的方面却反而比 Ronin S 要更强一点。这有点像 iPhone 10和 iPhone 10R 的这么一个关系。iPhone 10是早一代的旗舰，有着 OLED 屏幕、双摄像头。而 XR 只是这一代的高性价比机型，虽然只有 LCD 屏幕、单摄像头，但这个单摄像头的画质却要比 iPhone 10来得好一些，就是这么一个逻辑。那 Ronin S 做了这么多削减，其实核心目的就是减轻重量、降低成本。那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Ronin SC 的重量是1.1公斤左右，而 Ronin S 则接近1.9公斤，握在手上差距还是非常大的。那现在这样的重量，我觉得可以握持的时间相比 Ronin S 确实是长了太多了。假如你是男生，已经有了70B，那我觉得你可以拿着它去做 vlog， 是一个可行的方案。那我过去拿着 Ronin S 做过 vlog， 基本上拍一天，整个手就残废了。现在感觉没有特别大的问题。而 Ronin S 的承重是在3.6公斤左右 ，Ronin SC 则在2公斤左右，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不过大疆在承重方面一向是比较保守的，他们的标准是能够在稳定器上调平，并且能够保证拍摄到稳定的画面载重，才叫做有效承重。虽然 Ronin SC 能够允许我把2.7公斤的 BMPCC 4K 全套挂上去，有时候也能够有稳定的画面，但是你移动一块，画面也还是很容易就会出现抖动，所以这个就不能算是一个有效载荷。所以 Ronin SC 的定位基本上就是给微单还有轻型的单反这样的设备来使用的。那我觉得可能最适合的设备也就是索尼 Alpha 系列还有松下 GH 系列了。不过我也尝试了一下，用 Ronin SC 能够挂住的设备还有 Zcam
这个搭配我觉得还是很好的，这样你就有了高达 4K 160p 的升格，还有稳定的画面。不过 Ronin SE 的间距真的很短，这是我觉得最遗憾的一点，就是你基本上把可以挂载的相机形态给彻底框死了，魔改什么的就基本上不用想了。那当然，稳定器最重要的还是稳定，只要是在 Ronin SE 的承重范围内，画面绝对还是丝般顺滑的。这是前几天我用 A6400加上等效160毫米的镜头在 SE 上面拍摄的，你们可以有一个大致的概念。那大疆的稳定算法和电机，我觉得都没得说，我也没什么可以抱怨的。他们这次主要是把心思花在了这个调频阶段。那第一点你会注意到就是 Ronin SE 的各个轴都可以锁死 ，yes， 这个是我超爱的一点。你敢想象以前 Ronin S 每次你拿着它在街上走，就像拿了一个破浪鼓，就一路这样摔过去吗？就感觉非常尴尬。但现在的话就是这样，至少要优雅很多。走路的时候再也不会碍手碍脚了，而且不用担心晃来晃去。而且你现在可以在调频的时候锁紧各个轴，不会再因为各个轴的晃动而影响调频，尤其是俯仰轴的调频要轻松很多。但其实锁扣结构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相机如果不锁紧的话，因为你在走路的时候它没有一个晃动的结构，整个相机就会被慢慢晃松，然后容易掉在地上，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其实你仔细一点你会注意到，其实现在 Ronin SE 的底部只有一颗螺丝在控制左右还有前后的锁紧，那快转板上还有这么一个小的锁扣，逻辑上这样你每次把相机装上去都不需要重新调频。但是让我100%诚实的话，我觉得这个并没有这么实用。我还喜欢 Ronin S 的那样的结构，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你会需要经常更换镜头或者增加小的物件，所以还是得在快转板上动来动去，那个小锁扣反而会有一点麻烦。所以横向调整倒是变得更加舒服了一点。大疆加上了一个类似于履带的这么一个结构，拖动起来会有一种步进的感觉，相机自己也不会乱滑。整体来说，大疆这一套组合拳确实对于新手的调频会更加友好，但对于老油条来说，可能差距不会这么大。再就是跟焦这一方面，如果你用电影镜头，那跟焦还是有点用的。虽然就像我在上一期说的，单人在用稳定器的时候同时跟焦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对于 Ronin SE 这种受众更广的稳定器，我觉得自动对焦才是单兵作战的这个正道，尤其是对于微单这样的机型，是更加合适的。或者我觉得大疆完全可以使用控制线来控制镜头马达来进行手动跟焦。但是再说回来，这次的跟焦器确实比 Ronin S 的那个要小了很多，甚至连管子都已经变细了。但是这个我并不高兴，我更喜欢15毫米的管子，通用，而且第三方购买方便又便宜。大疆给的这根管子并不够长，而且他们推荐是这样安装的，这就导致有的镜头你根本就够不到它。而跟焦器本身倒是挺有力，除了声音比较大，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我真正无法接受的就是这根线，这根线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 Ronin SE 只有一个 USB-C 的接口，所以为了能够同时满足跟焦器供电，又能够控制相机，这根线就横空出世。OK， 那我先给个结果，我的线已经断了，因为在安装的时候不小心扯了一下，就凉凉了。这个可以说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不小心。但是实话说，这几年我用了几十个稳定器，这是我第一次弄坏稳定器的部件所以安装 Ronin SE 跟焦器的这个模式，总让我觉得有这么一点膈应。那我来讲讲逻辑。首先，你需要先给相机装上一个上升板，来给你提供安装跟焦器的空间，然后你再装上2个螺丝，拧到快装板上面，再把快装板给装到 Ronin SE 上面调频。那你需要再用一个6角扳手把这个线固定到这个板子上面。OK， 所以最终结果你就是得到这样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再来把整一个东西来捋一捋。假如你要把它从 Ronin SE 上面拆下来，放到三脚架上，那你的步骤就是这样的：你要先拆线，然后再拆快装板，然后再拆螺丝，然后再卸掉增高板，然后再装上新的快装板。那因为这次 Ronin SE 的快装板并不是曼福图通用的规格，所以所谓的高效调频何在？你每次重新装回去，都会因为螺丝孔位产生变化，重心产生改变，那个锁扣就没有意义。而且你还需要随身带这么一个6角扳手，不然它就会乱跳，把这个平衡给打乱。这个就太奇怪了。我觉得，假如你的设备只有稳定器 ，OK， 那 Ronin SE 确实很快速，调频很方便。但假如你需要多个承载工具，比如说三脚架、摇臂，或者是你要求能够快速拆装的这些设备，那我觉得你还是老老实实用 Ronin S 吧，会快很多。当他们和我说 Ronin SE 有了智能跟随功能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我以为我期望看见那个形态总算是要出现了，但是并没有。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既然无人机的智能拍摄功能这么实用，那在地面上肯定也是有很多用武之地的，尤其是人物跟随，这样我可以自由运动，而稳定器则会帮我进行跟随。那这样拍摄应该会简单很多很多。那 Ronin SE 确实也做到了智能跟随，但是为了实现它，你需要把它变成这样，你会乐意吗？其实从逻辑上来说，我完全理解大疆，这是成本最低也是最简单的方法。
你自己想想，手机自己有供电、有摄像头、有处理器，又可以和如影 SC 对话，还不需要大疆增加这么多成本，就很合理啊。那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影 SC 搭配手机的智能跟随功能很不错，而且我觉得特别有用。像这些镜头都是我使用智能跟随拍摄的，你基本上不需要花费吹灰之力，甚至不用看着画面，你就能把它给拍下来。尤其是这种倒着跑的场景，你可以专心看着前面的路了，你只需要用手机摄像头和你的相机镜头基本上对齐视角，然后点击跟随按钮，它就会给你这么一个方框，然后在这个中心内你再按一下扳机锁定物体，然后你就可以随便移动，但是稳定器会帮你紧紧跟随。那我需要再强调一遍，这个功能真的很实用，而且手机跟随的精确程度绝对比我想的要强，那我太喜欢了，各种骚操作的镜头都可以很轻松的实现了。但是我也测试了各种场景，我发现强光还有很多细节的场景，智能跟随就会抽风，而且是非常疯，会把整个画面搞坏。最搞笑的就是你想关掉它，你必须要去点手机上面的这么一个取消按钮，然后你该想你的手机在这边跳舞，然后你需要找到精准的这个点，然后点到那个取消按钮嘛。而且这说到底还是一个手机啊，装了手机重心很怪不说，哪怕是索尼 A6400调频也会变得很困难，就非常尴尬，对于新手来说肯定是玩不转的。然后加了一个手机，你又多了这么一个不稳定的设备，会经常被打扰到，比如说这种广告，手机一震动传动到相机上，画面就废了。而且我怀疑大疆的工程师有没有试着在使用如影 SC 的时候使用 Face ID 来解锁过手机，看起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而且假如你有微信怎么办？假如你想给相机装一个麦克风怎么办？假如你妈给你打电话进来怎么办？手机没有电了怎么办？这都是问题啊！那我其实最希望看到的场景就是如影 SC 自带一个摄像头，或者是和 Osmo Action 来联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主意，用 Osmo Action 的屏幕框来框选跟随物体，就像是无人机一样，然后传递给如影 SC 具体的云台移动数据。那我觉得可能会好很多，因为都是自家的产品，可能整合起来也会更方便。那一体化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必然，整个系统可靠性、成本还有功能性都会获得质的提升。所以这次跟随解决方案，我觉得我是有一点失望的，但是又有这么一点欣喜，因为我在用了智能跟随以后，我会意识到这绝对不是一个伪需求，是很有意义的这么一个功能。总的来说，如影 SC 是一台非常强大的云台，无论是做工还是稳定都没得说，是一台非常标准的、更加泛用的稳定器。不过随着过去的问题被修复，更多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比如说新的快装板没法快速装到传统三脚架上面，比如说你没法再通过如影 S 那样的接口进行扩展，比如说智能跟随到现在还是在用的比较尴尬的手机来实现，那这些都是问题。那我也很好奇，将来大疆带来的稳定产品会怎样回应这些问题？那真的就像我说的，在追寻一个和谐运作的影像系统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好玩的这么一个过程。每次能够有进步都是好的，这次的话也算是一些进步。好，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